酒吧，每次拿到它呢，我都有点犹豫，到底是该叫它咖啡机还是咖啡壶啊？因为它跟这个比乐蒂的摩卡壶呢，其实是长得差不多的啊，但是价格却差异巨大啊。这个很贵，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它们俩的咖啡出品也有着本质上面的不同。酒吧呢，我看网上有很多朋友说啊，是可以秒杀1万以内的任何一台咖啡机的。这点呢，我是基本认同的啊，因为我觉得它的出品，其实跟我的这台Navapali 的拉霸机出品的浓缩咖啡其实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我之所以说是基本认同，是因为它也没有把它秒杀掉。我觉得它俩的这个出品呢，顶多算是旗鼓相当了。一会儿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对比来测试一下。所以说，酒吧其实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能够做出高品质浓缩咖啡的咖啡机了。我买它和用它呢，其实都已经有段时间了，所以说今天其实也是有点干货，想要跟大家分享分享的。我觉得可以分成2个方面来讲啊，一个是从好用，另外一个呢是从好玩方面来讲。先说好用啊，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样的啊，它是一台正儿八经能够做出好的浓缩咖啡的这个咖啡机了。而好玩的一点呢，是在于它给我们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可以任意发挥，帮它做出各种各样有趣的周边。大家看我桌面上的这一些啊，比如说这个都是我给它做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周边。是用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当然是我自己设计的啊。比如说有这个用于晾干的这样一套东西，然后还有呢这2个盖子，我们待会儿可以一一来介绍一下。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第一个部分好用说起吧。不瞒大家讲，我用它从做第一杯咖啡起呢，就从来没有翻过车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有2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用的咖啡粉的研磨程度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所使用的热源以及你如何去控制这个热源了。那我们分开来讲啊，我们先来讲咖啡的研磨程度。那我手上呢是有2台，我自己是有2台这样的手磨的，一台是这个 C40，一台是这个 Kino 的 M47。那我通常会用 C40来磨手冲啊，所以说它的刻度呢就会比较粗一点。那这个我们就不说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以后会讲它的。那我们来讲这个M47。那 M47呢，我通常会在这个10度到12度之间来切换。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有2台这个意式嘛，对吧？有一台酒吧，还有一台这个 Navapali。用 Navapali 的时候呢，我用的是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刻度10啊，这样的话就会比较符合它的这样一个出品的这种要求。那换到酒吧之后呢，我就会用稍微粗那么一丢丢的12度。12度是什么感觉呢？我待会儿磨出来给大家看看，你们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在用 M47的嘛，反正就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呢，就是 M47是这个12度会比较合适。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是我总结出来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关于你刚烘焙出来的豆子和放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豆子它的区别了。我的经验是，如果你刚买回来新豆子，对吧？刚烘焙完了之后呢，豆子你需要把这个研磨程度呢，要调的比平时稍微那么粗那么一点点啊，这样的话它容易更好的出液。如果这个豆子放了稍微时间长一些之后呢，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刻度呢稍微调的比你平常要细那么一点，这样的话，又会更平稳的出液了。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做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新豆稍微调粗一点，这个陈豆稍微调细一点之后呢，你就可以保证在你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袋咖啡豆的生命周期当中呢，享受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咖啡萃取的这种快乐了。当然这个说一个题外话，我不知道，问问大家，你们的这样一袋咖啡的生命周期大概有多久呢？那我们就来这个实操一把吧。好，那照例啊，我还是会把这个刻度调到12。对，我之前是调在10，是为了方便我用我的这个 Navapali 来做咖啡的。现在调到12，应该12偏11一点点吧。对，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啊，我这袋咖啡已经有点见底了，所以说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应该是要把它就是陈豆的话要稍微调细一点点的。好，然后我们来磨豆。我基本上呢会把这个豆子直接往
这个粉碗里面倒，然后倒多少呢？大概反正还剩一点点，还剩一点点冒出头。我是不太追究那种细节的啊，就是我不是那种细节控，我不像有的朋友呢，会拿个秤在那儿慢慢称，是吧？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粗放一点的感觉啊，就是随心而为嘛，大概就是这么多，大概就是这么多，然后倒进去，然后研磨。对，待会儿我磨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它的这个研磨程度有多少啊。用手摇磨豆机来磨豆，还有一个快感就是它的仪式感特别强烈，是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一杯咖啡好喝是其中的一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好玩，就是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呢，你都可以去来享受这个过程，对吧？就是从准备开始，然后再到制作，然后再到最后的享受放松啊，一气呵成。但是这个其实就需要你要给自己每天留一定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一个对吧固定的时间，慌慌张张的来做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对，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你如果想要喝这杯咖啡的话，那你要给自己留一些放松的时间，然后松弛下来，然后去享受这杯咖啡。否则的话，那还是喝其他的吧。好，我们把这个咖啡粉放在这里面。你看，这个也是我自己打印的，有多粗呢？我给大家看看啊，大概就是这样的，这样一个粉状，能看清楚吧？其实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就是把粉倒进去，然后呢，简单布一下粉，让它分布均匀，简单的搓2下，然后拍平，拿走，然后也是分布均匀。然后用酒吧专门的这个压粉锤，稍微用点力，把它压紧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分水，这应该叫做分水网吧。有的朋友呢是去买了那种后来出的一些金属的分水网，反正我是不太讲究的，所以说就直接用原厂的这样一个橡胶的。我觉得橡胶的也没有任何问题，也是非常 OK 的啊。装好。放在这旁边。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往下壶里面灌水了。好，灌水其实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上面有一个台阶，你千万不要超过那个台阶就行了。拧上中间中段，然后把上壶给它拧上去。好，就做好准备要开火了。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直火的，所以说呢，我就买了这个瓦斯炉啊。对，我觉得瓦斯炉我使用下来有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它的这个加热效率特别快，所以说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去实现萃取。这样的话，就是说快速萃取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最后出来的口感就不拖沓，然后就不腻道，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比较清新的。所以说，我的方式就是直接一开始就上最大的猛火，让这个下壶里面的水呢就是快速的沸腾。然后完了之后呢，你仔细的用耳朵来听啊，听到这个咕噜咕噜有点声音的时候呢，就说明它快要出液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赶紧把这个火调小的话，在烟囱的部位呢，就会啪啪啪冒出来非常非常多的沸腾的水。当然，我每次都无法避免啊，每次可能都会漏那么一点出来啊，或多或少吧。但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好，我们等待一下啊。好，听到声音了，咕噜噜噜噜。好，来了，你看扑了吧？好，出液了。啊，这个时候把火关小，然后直到最后关掉，然后用余温让它最后把这个液体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就要准备这个抬起，好，拿起来。对，看，酒吧的出品不赖吧？好，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倒在杯子里面。看，油脂非常的厚啊，所以说，
酒吧真的是一台非常非常棒的这个浓缩咖啡机，而且呢，就是如果大家按照我刚才的这样一个标准流程，你每一次都能够按照比较标准的方式去做的话，那么你每一杯酒吧做出来的咖啡呢，实际上它都是如此的稳定的。我觉得它的稳定程度甚至是我觉得是超过了这个拉瓦帕尼的拉巴基的啊。好，但是现在酒吧咖啡壶呢会非常非常烫。所以说你得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把它放下来。我的方式呢，放在金属的搁板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杯咖啡。对，油脂是非常非常厚的，非常醇厚的油脂。对，喝一口。哇，真的很棒啊！对，你看，我们刚才看到了，还是漏了不少水出来的。几乎每次，反正我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各位朋友你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避免这个方式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虽然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如果没有这样的扑腾会更好嘛。其实你为了让这个水尽量扫得出来呢，这个调整火力它的大小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刚才我的操作方式呢，就是一上来会开大火。对吧？然后快速的让它这个去沸腾、去萃取，所以说最后出来的这个咖啡液呢，确实不会拖泥带水吧？我觉得这样来形容吧，它不拖泥带水。如果它在里面焖得太久了之后呢，这个它的各种各样的本来不该出来的这些味道全部都出来了，就不纯粹了。对，现在的味道呢恰到好处。一口闷了。然后呢，酒吧其实它的缺点，我觉得。也不算是它的一个缺点吧，是它的一个遗憾，就在于你看我们刚才是做了一杯出来，对吧？然后呢也喝了一杯非常爽，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假如说我还想要喝另外一杯，或者说我现在有一个朋友来了，在这儿我也要做一杯给他喝，那怎么办呢？这个就必须要等一段时间，你才能去把它往水里面一放去洗了，因为现在在如此烫的情况下。就把它往水里面一扔的话，我觉得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啊，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稍微等待一下。好了，我已经把刚才用过的酒吧清洗了一遍。你看现在呢，其实就是一个它的问题了。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也不算是它的问题，但是呢，这个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啊。比如说晾干的问题。对，你看，由于它的这个是由3个模块组成的嘛，上壶、下壶，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中段，所以说呢，在我们把它洗完之后，就有一个晾干的问题出现了。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要晾干呢？你不能直接把它擦干，对吧？擦干，然后把它摆在一起不就行了吗？我觉得说的很对啊，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个人呢，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擦干的这样一个习惯。另外一个呢，我还是认为就是你总有地方是擦不到的啊，比如说这个还好擦，下壶还好擦，上壶呢也还好啊，毕竟外面会比较好擦嘛。你说中段怎么擦啊？还有这个中段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细的这种管子啊，还有这儿，还有这个部分，你看这个部分实际上是非常这个难把它擦干的，而且它总有水在里面，甩都不太好甩出来。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急于的把它擦完扣在一起，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它并不干爽我们都知道不干爽就会滋生各种各样的细菌嘛，所以说要把它晾干。为此呢，我就给他们设计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晾干的东西啦。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是一个躺式的这个晾干的支架，它会让我们这3个零件呢躺在一起。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你看每一个上面的这个插板呢，都是可以取下来的，所以说可以方便收纳嘛，对吧？就是你如果平时不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取出来。然后取出来之后，你看这个中间的部分呢，其实这是2个部分啊，然后这个也是用羊角螺丝把它们连在一起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种羊角螺丝啊，因为我觉得它给我一种比较复古、比较金属朋克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东西呢是我用3D 打印机来打印出来的。我工作室呢其实是有好几台3D 打印机的，我们来看看你看这个3D 打印机是吧？这2台呢是这个FDM 的也就是说熔融沉积造型，然后这一台呢是光固化。我们来摆着看一下下壶摆这儿，它
这个旁边呢，这个地方它正好有一个突出的凹起的，然后并且有一个挡板，这样它就掉不下来了，啊，非常稳当。然后呢，中间的这块儿，然后正好插上去，然后这个也是正好放上去。好，然后放上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平整，是吧？非常的工整。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一台是这个拆开的发动机一样的啊，拆开的航空发动机啊。据说设计酒吧的设计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航空工程师啊，所以说不定他看了这个之后呢也会很喜欢啊。而且这样躺起来之后呢，这下面是镂空的，所以说呢是可以让空气在里面流动的，这样就可以把潮气给它带走嘛，然后慢慢的就会将这几个部件呢给它这个晾干。但是我发了这个视频以及发了这个作品出来之后呢，也有很多这个朋友指出，你这个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下壶对吧？下壶当我躺着放的时候呢，这下面有一部分它还是会积水的，能看到积水吗？好像不是太明显，但是肉眼还是看得到的啊。对，那这是躺着的一个问题了。虽然说躺着确实很好看啊，有问题，那我们就解决问题呗。好，于是第二个设计它就来了，这3个烟囱放在一起的倒立式的支架。那每个烟囱呢就会分别对应一个这个壶体，然后正好把它们倒扣在一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最上壶呢是放在这个最上面的这个烟囱上面的，并且这个烟囱我们可以看到这儿开槽是整体贯通的，因为这里面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螺栓的，把它往这儿扣，这个也是倒扣在上面，然后这个也是倒扣在上面的，正好扣上去之后呢，三者的排布就是一个完美的三角形。然后，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壶，这3个壶的下缘，其实它们是等高的，位置是基本上等高的，所以说整体看起来呢就会比较整洁，也比较好看，然后占用的地方呢也会比较小一些。所以说这款呢喜欢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2个就完了吗？于是呢新的又来了，有2个会比较好，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这2个看起来呢，其实都是蛮偏工业风的。这个有点像是火箭发射的这个立架，对吧？然后这个呢，有点像是火箭上面的格栅翼。我们先来看这个，它们之间的连接呢，都是3D 打印出单独的零件，完了之后呢，再用这样的小螺丝把它们这个连接在一起的。其实整个过程非常简单，但是呢，稍微动手之后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些动手的乐趣嘛，我是比较喜欢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们来放一下啊，你看啊，下壶呢是放在这儿的，然后中壶呢这样插的，正好可以把这个烟囱呢对着前面，然后上壶呢这个东西它正好可以放在中壶的上面，往上一放，是不是非常好看啊？这样的话就还原了我们酒吧它本身的这样一个组装顺序，等于是把本来是扣在一起的这个3个壶体，把它硬是分开，形成一条垂直的这样一个晾干的这样一个空气流动的通道。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晾干支架，它上面有一个黄色的名牌，这个名牌呢是可以定制的啊。你看，我可以取下来，这上面是我的一个 logo。好，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格3翼，灵感来自于格3翼的这样一个咖啡晾干座，放在这儿之后呢，它是怎么操作的啊？格3翼就说大家现在看起来好像它是平的，对吧？但其实它中间是有镂空的，镂空的部分呢，它正好就可以卡进我们的相应的壶体，比如说底壶，砰，正好放在这儿，放过来呢，这个正好放在这儿，你看，放在这儿之后呢是非常稳的，它是不会晃的啊，是非常稳的。然后上壶呢也是有一个正好放的位置，你看放在这儿，非常稳，看起来很厚实。当然上面呢也可以用黑色的，比如说像这个，对吧？这个我们就是用黑色的，我是用黑色打印一开始的。其实这个的安装组装也是很简单的，这2个支柱跟上面这个小的格栅呢。是用螺丝把它连接在一起的。那下面呢就更简单了，
直接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插拔的一个直接插上去就行了。你看我这儿专门留出了这样一个10字的这样一个插槽，然后把它往里面一插，利用本身它们材料之间的这样一个摩擦力呢，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了。当然，好玩的还有啊，还不止这些啊。现在虽然说它还没有彻底晾干，但是呢，我先把它们装在一起，因为我想给大家展示。最后我还设计了2样好玩的东西。当长时间不用的时候，或者说应该说有一段时间不用的时候呢，这个上壶不会接灰吗？看敞开的这个口是容易接灰的，是吧？那我把它盖起来行不行？哎，可以的。这个红色的盖子，当然也可以是黑色的，也可以是黄色的，也可以是任何其他颜色，白色、灰色都行。好，你看红色的盖子，它正好就卡在我们这个上壶的顶上啊，既好看，然后同时呢也起到了遮灰的这样一个功能。黑色的盖子一样的是吧？也是，哎，好看又好用。而且这2个盖子呢，一个会比较偏圆润，一个比较偏硬朗。这个用，然后换这个是吧？并且呢，就是我是刻意把它每个呢都设计成了分开成了这个2个零件啊。比如说我们拆这个来看嘛，你看，分成了2个不同的零件来设计来打印，然后中间呢再用这样的羊角螺丝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这个其实也是实现了我比较喜欢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说大家拿到手之后呢，也可以稍微拼一下，这样增加了动手的乐趣。然后同时塑料的材质，当然这个是 PLA 材料。PLA 材质的话是比较环保，不是比较环保，是非常环保的材料。那塑料的材质再加上这样一个比较复古感觉的金属的羊角螺丝，它整体上面呢就既增加了这个可玩度，然后也增加了这个它的设计感，对吧？整体的设计感就会比如果只有一种材料来的要更丰富一些了，并且呢2个这样一接是非常的稳固的，非常紧的。你看摆在一起，是不是很好看啊？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给大家介绍了酒吧，然后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酒吧的一些使用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何才能像我一样不翻车，从一开始就能够用酒吧做出一杯漂亮的咖啡，然后享受美好的咖啡时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各位拜拜。哦，不对。我刚才还说了啊，好像我说了要用它来做一杯咖啡，跟酒吧来对比一下，是吧？那行呗。好，然后萃取。对，我们来看看啊，是不是也很棒？但是呢，是不是也跟刚才我们的那个酒吧做出来的差不多？所以可见这2者就是我认为是旗鼓相当的。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呢，最后就到这儿了啊，终于要说结束了，说再见了。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酒吧以及关于咖啡的任何一个问题呢，就给我留言吧。然后刚才给大家展示的这个我自己设计以及打印出来的各种各样有趣好玩的东西呢，都是可以买到的哦，直接给我留言吧。好，各位拜拜，我们下期再见。